闺蜜，我想借你老公用一下。我跟你直说吧，我那片要拆迁了，按人头算，多一个人多分一套房。我想借你老公跟我假结婚。你放心，我跟张旭，我们俩就是领个证儿，走个过场。等拆迁款下来，我给你们20万。盛夏，就1个月，20万就到手了。不是周薇和你感情好，这好事哪能轮到我们？幸亏我重生了，不然又上你们的当。上辈子你们用同样的理由骗我离婚，我傻傻的信了，谁知道你们俩早就滚到了一起，最后你们结婚分房，拿着拆迁款逍遥快活。我呢，钱没拿到，家也没了，家产还被你们卷走，最后还被你们开车活活撞死。盛夏，你说呢？就1个月，咱关系这么好，你不会不同意吧？盛夏，我知道你舍不得我，但这就是办个手续，咱俩又不是真离。重活一世，我还能让你们再骗一回不成？这辈子我谁也不惯着，这2个渣男贱女，我要让你们下地狱！我的东西我要全部夺回来。行啊，盛夏，你同意了？我的好闺蜜，我就知道你通情达理。你们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江盛夏，你疯了！江盛夏，你不同意就不同意，打我干什么？哎呀，真不好意思，我刚才突然想到，我老公要变成别的女人的老公了，我这心又酸又痛，脑子轰一下，手就不听使唤了。你们没事吧？快起来，快起来！那老婆，你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？这个嘛，我得再想想。怎么回事？以前我说什么他都听的，现在怎么跟换了个人似的？难道他发现我和张旭的事了？不行，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让他答应。盛夏，刚才是我考虑不周，没顾及你的感受。要不这样，我再给你加30万，你愿意吗？一共50万。对，反正一套房分下来有到200万，这50万先给他，等拆迁款到手，我就让张旭把他扫地出门，1毛钱也别想带走。那我当然愿意啊！老公，走，我们现在就去民政局。啊？啊什么啊？我和薇薇可是最好的姐妹。走走走，我们现在就去离婚，然后你们俩领证，别耽误薇薇拆迁的大事儿。你们还在磨蹭什么呢？快点啊！我们现在就去领证局。盛夏，那咱们可说定了，还有1个月，拆迁款一到账，我马上就把50万打给你。那可不行。什么？你现在就得把钱打给我。50万，现在就打到我卡里。现在？对啊，我多少还是有点担心的。你知道我们女人嘛，就容易想东想西。薇薇，你是我好闺蜜，你肯定能理解的，对不对？盛夏，我不是说了吗？拆迁款一到，钱立马转你。咱俩这么多年感情了，你不会不信我吧？正因为咱俩这么多年的感情，还差这50万吗？把钱给他吧，反正他脑残，到时候咱们再把钱骗回来就是。行，我现在转给你，记得写上自愿赠与哦。行。收到了，谢谢薇薇，你真好。
应该吧。好了，事不宜迟，老公，我们赶紧离婚吧。盛夏，事情办完了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啊。你放心，张旭还是你老公，我一根手指都不碰。咱们这么多年的姐妹，说这些干啥？我信你。喂，大飞，什么聚会？现在？老婆，我兄弟喊我去聚会，我能去吗？前世就是这场聚会，去的人全都染上了艾滋，就是因为我没让他去这次聚会，他才躲过这一劫。大飞，你知道张旭在哪儿吗？我联系不上他了。嫂子，事已至此，我就实话跟你说吧，你们结婚这些年，旭哥在外面照样鬼混，一天都没断过。你现在跟我说这个干什么？因为我得了艾滋病，快死了。前段时间你不让旭哥去的那场聚会，所有人都染上了艾滋，一个都没跑掉，是你救了旭哥，嫂子，是你救了他一命，可他却拿着钱跟你的闺蜜周薇跑了。这辈子，张旭，我就让你好好玩个够！去吧，老公，因为周薇的事辛苦你了，我替我闺蜜好好谢谢你。嗨，我这不都是为了咱俩的小家吗？我转你1000块钱，你去好好玩，一定要玩得尽兴啊！老婆你真好，那我走了。去吧。张旭，你就等着我给你的惊喜吧。前世就因为张旭和周薇，我省吃俭用，不舍得好好对自己，连泡个澡都是奢侈。我把自己活成什么样了？结果呢，命都没了。重活一世，我只为自己而活。是江城派出所吗？我要举报有人聚众嫖娼。张旭，这一次你不仅要染上艾滋病，我还要让你乖乖把这套房子吐出来。老婆，老婆你来了，我是被冤枉的，你要相信我啊！是吗？同志，你这个能不能借我用一下？你要干嘛？没什么，就是想试试趁不趁手。啊？别打了！别打了！疼啊，老婆！住手！你再这样，就算恶意伤人了。恶意伤人？同志，你问问他，这算不算恶意伤人？不算不算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，我再也不敢了啊！那你要报警抓我吗？你要是报警的话，我就告诉我闺蜜周薇，你在外面嫖娼被抓了。你说她知道后，还愿不愿意跟你继续假结婚？不能告诉她。告诉他一切就都完了。不，抱歉，我真错了，我真的是鬼迷心窍了。你说什么我都答应，你要什么都行。真的什么都答应？真的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把你名下的房子转到我的名下，我就替你守口如瓶。这件事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不行，这是我爸妈给我买的房子，凭什么给你？凭什么？就凭你嫖娼被抓，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儿，现在还要我赎你回去？那也不能给你房子，你这要求也太过分了。好啊，既然你不同意，那我现在就给周薇打电话。反正我们已经离婚了，让你的正牌老婆领你回去吧。好，我答应。你别告诉他，把房子转给你。好，明天我们就去办手续。行了吧？现在这套房已经转到你名下了。哼，江盛夏，等拆迁款下来，我就把你一脚踹了。这套房子还有之前给你的50万，迟早会回到我手里。你别得意太久，到时候有你哭的那天。盛夏，
明天有空吗？我家拆迁的事儿定下来了，想请你来家里吃顿饭，庆祝庆祝。好啊，我一定去，带着张旭。好，明天见。一套房子50万还不够，这点东西换不回我上辈子那条命。现在张旭已经染上了艾滋病，正好利用明天的聚会，把这对狗男女凑到一起。恭喜啊，周薇，这房子一拆，以后就是富婆了，到时候可别不认识我们这些穷朋友啊！太羡慕你了，苟富贵勿相忘。来来来，敬咱们未来的拆二代。哎呀，钱还没到手呢，低调低调。微微，恭喜啊！谢谢盛夏，还是多亏了你。旭哥，你的脸怎么了？他这脸上的伤，说不定干了什么坏事的报应。啊？你怎么说话的？我就是开个玩笑啊，怎么，你们还当真了？我老公的伤是不小心摔倒跌的，对吧，老公？对，我自己摔的。行了行了，快坐下，别站着了，来喝酒喝酒。薇薇，你家拆迁是按人头还是按面积啊？按人头啊，一人一套房。那还不错。不过我听说现在好多地方不光看人头，还要看面积，面积越大分得越多。你也懂这个？因为你家拆迁，我才特意去了解的，毕竟关系到钱的事儿。微微，你家那房子多大面积来着？占地面积120平，120平，挺大的。不过要是能再大一点，说不定还能分到更多的钱。盛夏，你能不能让你老公住我家去？哎呀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就是想让你老公帮忙，帮我把家里的房子给扩建一下。你也知道，我家旁边还有几亩地呢，扩了之后面积翻倍，我能分得更多。就是出个人帮忙干活，绝对没有别的意思。好呀，你同意了？当然同意了。咱们这么多年的姐妹，你开口了，我还能不帮吗？正好我老公最近失业了，没有工作，那就让他去你们家好好帮忙吧。真的好。老公，你可要努力哦，多帮我们家微微扩面积，往大了扩，往多了扩。行，我肯定努力。盛夏，你真好，等拆迁款下来，我一定好好谢你。咱们姐妹说这些干什么？上一世我就知道周薇家地下埋着古董，是动不得的保护区。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足够让你们染上艾滋，错过阻断期，也够我举报成功，让你们砸进去的每一分钱都变成废砖烂瓦。上一世你们要我的命，这一世我要你们生不如死。3天时间到了，该去收网了。我操！周薇，我把老公借给你，你们俩还真当上夫妻了。盛夏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不是我想的那是什么？我视频都录下来了，证据确凿。你告诉我，是我想的哪样？来人啊，都来看看啊，看看这对不要脸的狗男女啊！我好心把老公借给他，他俩居然背着我搞在一起了！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旭哥现在可是我老公。行，我懂了。
你们这对奸夫淫妇，我拿你们当最亲的人，你们拿我当傻子！这不是周家那丫头，嘴上说是借老公别人扩建，结果直接把人老公给抢走了。这也太不地道了，这和那些小三有啥两样？看什么看？就算我们俩好了又怎么样？是她主动跟她老公离婚的，又不是我逼的。她收了我50万，把她老公卖给我了，现在我们是领了证的，真服气。怎么，现在这50万又成我卖老公的钱了？江盛夏，我忍你很久了，今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，我跟你把话说清楚，咱俩完了，从此以后你是你，我是我，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，你以为我还会跟你这种女人过下去？做梦！听见了吧？等我们家拆迁款下来，有的是钱。你这个穷鬼，一辈子也见不到这么多钱。旭哥凭什么还要跟你？有你们这句话就好。今天是你说的，我们从此以后没有任何关系。无论发生什么，你都不要没皮没脸的来纠缠我了。纠缠你？我疯了！切，装什么装？我又额外花了60万扩建，到时候我拿到的钱，你10辈子都赚不到。江正夏，你就羡慕去吧。60万，周薇，看来这是你全部的家当了吧？你就不怕这些钱全部打水漂了吗？我把这地扩建了，到时候拆迁款可以翻好几倍，打水漂？你做梦呢！哎，那很不好意思了，你家拆不了了。你说拆不了就拆不了，你算老几啊你？谁是这里的村长？我是这个村的村长。我们是市文物局的，来通知你们，这片区域刚发现地下埋藏文物，已经被划为文物保护范围，这片地拆不了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凭什么不拆了？文件都下来了。你自己看，市里刚下的通知，这片区域地下发现埋藏文物，已经被划为文物保护范围，所有在建工程必须立马停工。不可能，这文件是假的！伪造文书可是犯法的，周薇，说话可要小心啊！你好啊，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们是一伙的，你们是江盛夏找来演戏的，骗我的！你疯了吧？我们可是正经文物局的，有公章有文件，你要不要上网查查？还找人演戏，你以为这是在拍短剧吗？不可能，你们搞错了，一定是搞错了！哎呀，薇薇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你可是把全部身家都投进去了，60万呢，说没就没了。是你，是不是你举报的？我举报什么了？我又没有透视眼，怎么会知道你家地底下埋着文物？薇薇，咱们可是最好的姐妹啊，我怎么会害你呢？你还有啊，你这扩建有审批手续吗？别怪我没有提醒你，没有手续的话，可是属于违规扩建啊。没有违规扩建，按照相关规定要处以罚款。罚款？对，违规建筑面积200平，罚款标准是每平2500，一共50万。50万？我哪还有50万？我已经把全部身家都投进去了，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了，还要罚我50万？你们这是要我的命啊！这钱我是不会给的。违规扩建是你自己干的，没人逼你。钱要是交不上，那就去坐牢。房子，我的房子！限你1个月之内缴清罚款，逾期不缴的话，就要移交司法机关。薇薇，你得赶紧把这个钱拿出来啊！坐牢可不是闹着玩的，要是留了案底，这辈子可就毁了。江盛夏，是你害我！你早就知道这儿拆不了，故意让我投钱扩建。我？周薇，你脑子没病吧？文件是文物局下的，钱是你自己投的，我拿刀架你脖子了？你少给我狡辩！你肯定早就知道。我知道什么？知道你非要当小三抢我老公，知道你非要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还是知道你这种人早晚会有报应。你把那50万还给我！凭什么？我本来就是因为房子要拆才把钱给你的，现在房子拆不了了，你把钱还给我，天经地义。你的脸咋这么大呢？那些钱是你自愿赠予给我的，而且刚才是谁说的？那是我卖老公的钱。我不管，今天你必须把钱还我。你要是不还钱，你信不信我就让张旭这辈子都不理你？想复婚你就等下辈子吧，我倒要看看，离了我们谁还会理你？就这，我还以为你能憋出个什么屁来威胁我呢。盛夏，别闹了，你是不是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？我给你道歉。
但是我跟周薇绝对没有发生那种关系。是啊，盛夏，我跟旭哥是清清白白的纯友情。再说了，咱俩是最好的闺蜜，我怎么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呢？好一个纯友情，真是人至贱则无敌。好了，既然你们不承认，那就让大家伙看看你们这对狗男女在光天化日之下是怎么偷情的。旭哥，奇葩，这有人！微微，还是你好，比江盛夏那个木头强多了。跟他在一起，真是一点兴致也提不出来。证据都拍成片了，我看你们还想怎么狡辩？天哪，这俩人刚才还死不承认呢！大庭广众之下，真是有伤风化。呸！什么玩意儿？偷人还偷出理来了！这种人搁以前是要进猪笼的。这脸皮也太厚了！别放了，别放了！张旭、周薇，你们是不是以为我还是以前那个被你们耍得团团转的江盛夏？只要你们说几句好听的，我就会相信。是我们错了，我承认，我们只是一时间鬼迷心窍，就亲了个嘴，绝对没做越界的事情，我发誓。是啊，盛夏，朋友间比这玩的看得多了去了，他人还是你的啊！如果你介意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见他了，行不行？你别小题大做，毁了我们几十年的姐妹情啊！你非要因为这点小事把你最好的闺蜜送进监狱吗？盛夏，我求求你帮帮我吧，钱我真是拿不出来了，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。看周薇这么可怜，你就帮帮她，你打我骂我都行，别生她的气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咱好好过日子，我再也不理她了，好不好？跟我好好过日子。对，你放心，我回去一定好好疼你，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了。你想想，你都30好几了，都是高龄产妇了，离了我，谁还要你呢？你们俩可真够恶心的！你什么意思？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，这个脏男人，倒贴我100万我都不要，因为你得了艾滋。啥？艾滋？我的妈呀，这人私生活得烂成什么样啊！天哪，快离得远点，跟他喘口气儿，都得染上病，脏死了。各位，张旭这个脏男人就送你了，反正你们俩一个脏一个贱，天生一对。你得了艾滋？我没有，他胡说，他故意造谣。不可能，我每次出去玩都做错事的，我不可能得艾滋，绝对不可能。你在这跟我喊有什么用？到底得没得，去查查不就知道了。对了，你不是说你俩那种关系吗？不然你也查查。周薇，你猜你跑不跑得掉？张旭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江盛夏，你少在这血口喷人。就算我真得了艾滋，也是你这个贱人传染给我的。对，我只有你一个女人，肯定是你传染给我的。没想到真正私生活不检点的是他啊！江盛夏，是不是你？你这个不守妇道的贱人，背着我在外面乱搞，给我戴绿帽子，在外面染了一身脏病回来，现在居然还敢反过来诬陷我！张旭，你别血口喷人，你自己得了艾滋病，你还想污蔑我？你这个贱人！你自己烂透了，还要拉我垫背，你还有脸打我？打的就是你这个脏男人！艾滋怎么染上的，你心里没数？你一个月换多少女人？你自己数得过来吗？江盛夏，你凭什么血口喷人？今天拿不出证据，我跟你没完！证据，这就是证据。换女人比换内裤还轻，吃药都拦不住你。就这频率，你染病都是轻的。老天爷没当场收了你，还算你命大。这个贱人，什么时候拍到的？我他妈怎么一点都没发现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张旭，这些女人是怎么回事？你竟然骗我！不是，微微，你听我解释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？这些照片是 P 的，我根本没做过这些事儿。江盛夏，就算你不想跟我过了，也不用拿一堆假照片来造我的黄谣吧？咱俩好歹夫妻一场，你至于吗？什么？盛夏，你这样做就真的太过分了！你们这俩傻子还真是绝配，还是锁死吧，别再出来祸害别人了。张旭，反正我们已经离婚了，我不要了。不行，我才把房子过户给他，要是离了婚，我他妈人财两空，房子必须拿回来。江盛夏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当初可是为了帮你赚50万才和他假结婚的，为了让你安心，我把房子都过户给了你。你不仅给我泼脏水，还要和我离婚，你这也太狠毒了！把你的脏手拿开！我提醒你一下，我不是要跟你离婚，而是已经跟你离婚了。再说了，一开始我让你假结婚，没让你假戏真做吧？我都说那是误会了，就算我是真的有什么，那又怎么样？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而已。我都向你保证不会有下次了，你别揪着不放。像你这种犯错只会往裤裆里藏，藏不住了就往我身上泼脏水，
算什么男人？你好啊，我知道了，你这么急着要跟我离婚，是不是已经找到下家了？你自己在外面浪够了，回来嫌我脏，婊子至少明码标价，你呢？一边跟野男人厮混，一边站在这道德审判我，你哪来的脸？什么？被我戳穿了，没话说了？离呀！我倒要看看，离了我哪个野男人敢让你个一把年纪的荡妇？你以为自己多干净？我听你叭叭半天，就是想听听你还能不要脸到什么程度。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什么？参与嫖娼，聚众舆论，被拘留的人到底是谁？张旭，你嫖娼！你别他妈给我烦了！好啊，江盛夏，既然你都把话说开了，那我也摊牌了，房子赶紧还我。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，不然你想想你妈，有你这么个丢人现眼的女儿，她会怎么想？房子现在是我的，我不可能给你。张旭，我劝你省省力气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！赶紧去医院查查自己有没有得病吧。还有你，周薇，你也顺带检查一下吧。我呸！艾滋可是会传染的，赶紧滚出我们村，晦气死了！不要脸的玩意儿，在外头乱搞出一身病回来祸害乡亲，滚！赶紧滚！别脏了我们村的地！别砸了，我没病，我真的没病。别打我，跟我没关系啊！没病你去查呀，查清楚了再回来，查不清楚别进我们村。跟你这种人一个村，说出去都丢人，赶紧滚！周薇，我作为村长，必须为咱们村的村民们负责。在检查结果出来之前，你先别回村了。村里老老少少这么多口人，谁也担不起这个风险。江盛夏说的这么笃定，不会是真的吧？我不会真的得了艾滋病吧？怎么还在流血？这个小小针孔10分钟了还没愈合，难道我真的得了艾滋病？张旭，你这个杀千刀的，你不会真把病传染给我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我没病。这么小的针孔，居然愈合的这么慢，不会吧？怎么我感觉有点发热？不会我真的被感染上艾滋了吧？张旭和周薇是吗？你们的血样已经送检了，检查结果明天来取吧。行了，检查也查了，戏也看够了，我没空陪你们在这耗着，你们俩慢慢等死。我也要回去了。好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什么？你去我家？不然呢？我房子给了江盛夏，你想让我睡大街？要不还是等明天结果出来再说吧。周薇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想甩了我？你是觉得我真得了艾滋？旭哥，我可没这么说。可是没等结果出来之前，谁都不能100%保证啊，不是吗？要不你今晚先在外面酒店将就一晚。为了咱俩好，我看你是为了自己好吧？怎么？你现在知道怕了？当初往我床上爬的时候怎么不怕？张旭，你搞清楚，你要是得了艾滋，我也没跑，我不怪你就不错了。你瞒着我在外面乱搞，你现在居然还有脸跟我发脾气！我害你，是你自己非要跟我搞在一起的，现在怪我了。你无耻！我无耻？你当初勾引我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无耻？你故意穿我老婆的衣服，跟我躺在一张床上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无耻？闭嘴！你敢打我？我告诉你，结果没出来之前，你别来找我。一个小小的针孔，愈合就用了10几分钟，怎么感觉有些不对劲？不行，我可千万不能得艾滋啊！大飞，是我。旭哥，你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大飞，我问你，那天那场聚会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好着呢，吃嘛嘛香。旭哥，你咋突然关心起我来了？那天聚会的人呢？都还好吧？没得什么病吧？都好啊，我们刚才还在一起喝酒呢。旭哥，你到底想问啥？没事没事，就是有人造我朋友的谣，说我有朋友得了病，我帮忙问问。谁这么缺德？要不要兄弟来帮你收拾他？每次都是和大飞一起玩，那一圈人都没事，凭什么我自己得病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还是要抢先一步拿到体检单。这个倒不用，不过你帮我另外一个忙，我有2个朋友今天在医院做了检查，你帮我催催，他们想今天就拿到体检报告。行，没问题，小事儿。谢了兄弟，回头请你喝酒。江盛夏这个贱人想吓我，门儿都没有。还有周薇，哼，等我拿到报告，看我怎么打你的脸。到时候我等着你跪下来求我。张旭，是我。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，结果显示你确诊了艾滋病。什么？怎么可能呢？你自己看吧。
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每次都做错事的，每次都做，而且我朋友都没得，他们一圈好人都好的，怎么会就我得了？你们的检查结果出错了。这个结果核对了3次，不会错的。你现在最该想的不是怀疑我们，而是赶紧安排治疗。江胜雅居然说的是真的，我真的得了艾滋？不行，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，尤其是江胜夏，他要是知道了，肯定更不会把房子还给我了。我不仅要睡大街，到时候连看病的钱都没了。大飞，是我。旭哥，还有什么事吗？你再帮我个忙，我给你钱，你帮我改一下我朋友的检查结果。旭哥，你朋友这是发生了什么？你别问那么多，就说帮不帮。盛夏姐，答不答应？就按他说的做。行，旭哥，我帮你安排，放心，交给我了。谢了，兄弟，回头一定好好感谢你。盛夏姐，之前真的太感谢你了，要不是你告诉我那场聚会有问题，让我去阻断，要不然我就也感染上艾滋病了。喂，谁啊？我是江盛夏。嫂子，你找旭哥吗？不着急啊，我把电话给他。我找你。啊，找我？大飞，我不管你信不信，现在你们聚会的所有人都染上了艾滋。盛夏姐，你说什么呢？这种话可不行说啊！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你现在把阻断药吃了，还来得及。盛夏姐，你认真的？我认真的，但你记住，这件事不能告诉张旭。好，嫂子，我现在就去。不要叫我嫂子，我跟江旭已经离婚了。好，盛夏姐，盛夏姐，我现在能好好的站在这儿，全是因为你。以后你需要我做什么，一句话，我大飞一定赴汤蹈火。不着急，你先把他和周薇的检测报告改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怎么做。江盛夏这个贱人，明明知道我得了艾滋，却眼睁睁看着我染病，一个字都不说。我不会放过他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把房子拿回来，其他的以后再慢慢算。妈，江静夏要跟我离婚。上一世就是因为结婚，我放弃了研究院的 offer， 做起了家庭主妇。喂，李老师。盛夏呀，上次跟你提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？院里特别希望你能回来。李老师，我考虑好了，下周我就去研究所报道。真的？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就知道你会答应的。盛夏，说实话，当年你因为结婚要离职的时候，我和院里老教授都特别可惜。你科研思路超前，做家庭主妇真的屈才了。李老师，过去的事就不提了，这次回来我会好好干的。好，好，我等你。谁啊？做什么磨磨唧唧的？开个门都要半天。上一世就是这样，我妈和我弟每次上门准没好事。妈，你来做什么？你还有脸问？你厉害了你！张旭跟我说你要跟他离婚，怎么？他拿我没办法，告状告到你头上了？你还有脸笑？你一个女人离了婚还有什么价值？女人离了婚那就是二手货，没人要，谁会要你这个二婚的黄脸婆？妈，你来就为了说这个？我告诉你，赶紧跟张旭复婚。复婚？你知不知道张旭在外面都做了什么？男人嘛，在外面有点花花肠子正常，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，何必这么较真儿？就是啊，姐，哪个男人不偷香？你有必要揪着不放吗？还要闹离婚？既然你们这么替他说话，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他自己得了什么病呢？得病怎么了？他又不传染给你，得病你们也得过。他得的是艾滋病。艾滋病？对，艾滋病。妈，你确定还要我跟他过下去吗？可是盛夏呀，你弟马上要结婚了，人家女方要20万彩礼，你当姐姐的不得帮衬帮衬？上辈子就是这个女人，我的亲妈，把我18万的彩礼全拿去给我弟弟江思维买房子，婚后还要逼我每个月打钱，不给就上门闹。我被逼无奈，只能出去打零工，最后我死了，他连一滴眼泪都没掉。
张旭家里条件比我们家好，所以你就忍一忍呗。以前他对你也不错啊，逢年过节给咱家送礼，请咱家吃饭，多好的人啊！现在他得病了，你们夫妻俩更应该共患难。你这个时候离开他，那不是让人戳脊梁骨吗？妈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他得的是艾滋病，会传染，会死人的。正因为得了这种治不好的病，你继续留在他身边，他才能知道你对他有多好。这样，你听妈的，你就跟他复婚，照顾他几年，等他不行了，他的财产还不都是你的？对呀，姐，妈说的对，你就忍几年，熬死他，他的财产包括这个房子就是咱家的了。说完了吗？什么？说完了就滚。你说什么？你敢让我滚？我是你妈！妈，你也配当妈？之前我什么都听你，彩礼给你，工资给你，你念我一点好了吗？你只把我当做一台可供你随意支配的提款机。我告诉你，咱们的母女情分到今天为止。你要跟我断绝关系？对，断绝关系。江盛夏，你没良心！我养你这么大，你就这样对我吗？再不走，我报警了。妈，走吧走吧，他疯了。江盛夏，你会后悔的！你没了娘家，以后有你哭的时候。后悔，上辈子我什么都听你，才是真的后悔。白眼狼，我养他这么大，他竟然敢跟我断绝关系！妈，别骂了，丢不丢人？你还有脸说？老娘在这儿拼死拼活，还不都是为了你？不过，这个张旭真的得了艾滋。要真是得了艾滋，确实不能让盛夏跟他在一起。我还指着他给我们赚钱呢，不行，得打电话问清楚。妈，您劝过盛夏了吗？我劝了，他不答应。张旭，我倒要问问你，盛夏说你得了艾滋，真的假的？妈，您别听他瞎说，我怎么可能得那种病？我就是跟别的女的不小心亲了个嘴，其他的什么都没干。就亲个嘴？我骗您干嘛？我可以发誓，盛夏他就因为这个死活要跟我离婚，您说我这冤不冤啊？我就说嘛，你看着也不像有病的样子。就是啊，妈，您可得帮我劝劝他。我们要是离婚了，45的彩礼可怎么办啊？你放心，有妈在，绝对不会让盛夏跟你离婚的。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了，妈。江盛夏最心疼的就是他妈和他那个废物弟弟，这俩人往他面前一站，一哭二闹三上吊，他还不得乖乖跟我复婚？这几天憋屈坏了，得找兄弟们喝2杯，好好散散心。大飞，晚上有空吗？出来喝2杯啊！旭哥，今晚不行，我有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推了呗，好久没见了。大飞这小子怎么怪怪的？老李，晚上喝酒去？那个旭哥，我今晚加班去不了了，找别人吧。都他妈什么意思啊？一个个躲我跟躲瘟神似的。不对，他们是不是知道什么了？张旭那小子，他明知道自己得了艾滋，还要跟咱们兄弟们玩，这是存心想害咱们，太他妈缺德了！这种人绝对不能让他好过，对，绝对不能让他有好下场。怎么这么疼？不会吧，我千万不能得艾滋啊！没事的，我就是换季感冒。不是感冒了，一定是感冒了。真晦气！没事的，吃了药，睡一觉就好。诸位，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嫌弃我！
发烧了，真好，我还没试过发烧的呢。今天非诚不说，你就让我好好说说吧。你不是怕得艾滋吗？那我就让你再加重一点。怎么这么难受？怎么这个伤口都一晚上了，还在流血？还是这么烫？完了完了，我可能真的得艾滋了。身上好痛，昨晚我睡着的时候。不会吧？难道昨晚有人进来？是谁？醒了，来喝点粥。你怎么进来的？你没换密码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在检查结果没出来之前，不要来我家。我这不担心你吗？你昨晚是不是趁我睡着？昨晚是你主动的。你胡说！真的，你发烧烧糊涂了，拉着我不让走，我要走你还哭，说让我陪着你。你无耻！张旭，你要是真的把病传染给我，我拉着你跟你一起去死！我没带艾滋，你自己看。你自己看体检单，我们都被江慎夏那个贱人给骗了。微微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他就是想看我们窝里斗，然后他好在一旁看笑话，我们不能上他的当啊！江胜夏这个贱人，居然敢这样耍我们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那50万让他一分不少的给我吐出来！对，还有我的房子，必须拿回来。微微，我倒是有个主意。什么主意？你去睡了他弟弟。你疯了！他弟都要结婚了！微微，你听我说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你睡了江思辉，那是为了咱们的未来啊！为了咱们的未来，你倒是大方，居然愿意让我去睡别的男人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嫌弃你的。而且你不知道吗？江思伟其实一直喜欢你。我当然知道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可是江思伟那个废物，我平时连正眼都不带看的，你让我睡他，我嫌恶心。可是为了那50万，还有咱们的房子，微微我也不想啊。可是没有钱交罚款，你就要坐牢了。我可不希望我的娇娇宝贝儿去受苦，那样把老公心疼坏了的。旭哥，你说你那么有钱，那罚款你就不能先给我出了吗？算我借你的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钱都花光了，最值钱的就那套房子，哪里还有闲钱借给你呢？把那套房子要回来，我们就结婚，房产证上加上你的名字。行吧，为了咱们的未来，我答应。谢谢我的宝贝，我就知道你最懂我。那你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吧。妹妹，不用你教。微微姐，喂，是思伟吗？我是周薇，我被下药了，现在一个人在家，你能来帮帮我吗？好，微微姐，你别怕，我马上赶过去。好，搞定了。只要江思伟也感染上艾滋，我就不信江胜夏的钱还有房子不乖乖交出来。盛夏，我可是盼星星盼月亮，可算把你盼来了。李老师，让您久等了。只要你肯来，让我等多久都行。来，盛夏，我给你介绍个人。景轩，来认识一下，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的江盛夏。
盛夏可是我最看好的学生，当年就是他带队拿了我们院第1个1等奖，当时几个评委抢着要他，可是后来他结婚去了，我一直很可惜，这么好的苗子就这样埋没了。好在现在盛夏终于愿意加入我们了。原来他已经结婚了。对了，盛夏，这是你师兄季景轩，别看他年轻，这几年可也是做出了不少成绩，现在是咱们项目的核心主干，以后你们就在一个组了，他带你。你好，季景轩。师兄你好，我叫江盛夏，以后多多指教。我们现在在做的新项目是针对 HIV 病毒的特效药研究，通俗点说就是治疗艾滋病。治疗艾滋病？对，如果研究成功了，那么艾滋病将有机会痊愈。竟然这么巧，偏偏让我现在做的研究是治疗艾滋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师兄，那我们开始吧。你对我做了什么？薇薇姐，我接到你电话说你被下药了，就赶紧赶过来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乘人之危的。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。薇薇姐，其实我一直喜欢你，我知道我配不上你，你那么漂亮，那么优秀，我从来不敢奢望能娶你这样的女人。可是你已经有未婚妻了，我们是不可能结婚的。薇薇姐，我会负责的。你说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。真的？真的，什么都行。那好，那你让你姐把她欠我的50万还给我，还有让她跟张旭复婚。没问题，我答应你。我妈本来就要劝她复婚的，不然我的彩礼钱从哪儿来？等你办成了，姐姐再好好谢你。江盛夏，看看你弟干的好事，不想这些照片出现在他未婚妻的手机里，那就把钱还我。还有，跟张旭复婚，3天内我要你打死。江思伟还真是个脑残，自己感染上艾滋了都不知道。不过他也是活该，谁让他明明有未婚妻了，还要出去乱搞。怎么了？看你有点心不在焉。没什么，就是些无聊的人说些无聊的话。你丈夫？不是，我已经离婚了。他离婚了？他离婚了？哦，这样啊。那个晚上有空吗？我请你吃饭，就当庆祝你回归单身。师兄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你应该庆祝一下。盛夏，你快去看看吧，你妈来了，在门口大闹呢。我命苦啊！我养了个白眼狼啊，自己离了婚，不管弟弟死活呀，还要跟我这个亲妈撇关系呀！阿姨，您先起来吧，有什么话起来说。不起来！今天江吉夏不出来跟我说清楚，我就死在这儿！妈，你在这儿闹什么？你知道我是你妈？我打你电话你不接，发微信你不回，我只能来你单位找你了。这是我工作的地方，别在这儿闹，有什么我们回去再说。不回，就在这儿说。好啊，就在这儿说，反正丢脸的不是我。你想说什么？说。江盛夏，你就这么跟你妈说话的？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个说法。什么说法？妈，你是不是失忆了？我上次跟你说的很清楚，咱们已经断绝关系了。我生你养你，你说断就断。我告诉你，你赶紧跟张旭复婚。你做梦！你弟弟马上要结婚了，彩礼钱就盯着你和张旭了。张旭说，只要你们复婚，思伟的彩礼他来出。我看他这婚是结不成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那个宝贝儿子感染上艾滋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艾滋？这绝对不可能！你弟弟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还不清楚吗？他这么乖，不可能出去乱搞。你污蔑你自己老公就算了，你还要污蔑自己的亲弟弟吗？江盛夏，你还是不是人？妈，我是不是污蔑？你回去带他查查不就知道了？在这里跟我吵有什么用？查什么查？我看你就是不想给彩礼钱，故意咒你弟弟。你怎么这么狠的心啊？他可是你亲弟弟。我狠心？妈，你的心都偏到外太空了吧？从小到大，他想要什么我给什么，他买房买车，还有日常的开销，哪样不是我出的钱？那不一样，他是你亲弟弟，你帮他天经地义。妈，我最后说一次，
你与其在这儿跟我吵架，不如早点带他去医院查查。要是真有问题，早点治还来得及。你这个孽女！盛夏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好啊，我说你怎么非要跟张旭离婚？原来是外面有了野男人。妈，你胡说什么？这是我同事。哼，同事？什么同事这么关心？我看你就是他养的小白脸儿。说，你们俩搞在一起多久了？阿姨，请您说话放尊重些。盛夏是您的女儿，不是您的仇人，您怎么能这样说她？这个男的穿的人模狗样的，手表、皮鞋都不便宜，看着确实比张旭体面，说不定家里比张旭还有钱。江盛夏这个贱蹄子倒是会挑，离了一个又傍上一个。小伙子，你是不是喜欢我女儿？你要是喜欢她，就给钱，20万不30万，只要给钱，我就把她卖给你。天哪，这是亲妈吗？这卖女儿啊！盛夏有这样的妈，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。说什么呢你们？江盛夏是我生的，我养的，用不着你们在这嚼舌根儿，一个个的管好你们自己就行了。阿姨，盛夏是您的女儿，是个人，不是商品，不能拿来买卖。你还说你俩没一腿？要不是你江盛夏这个家庭主妇能在这么好的地方工作，肯定是他把自己卖给你了。妈，你还把我当女儿吗？你就是这样造你女儿黄瑶的。阿姨，您错了，他回研究所是因为他有能力、有才华。当年他带队拿国际大奖的时候，多少顶尖实验室抢着要他。如今他能来我们研究所，是我们所的荣幸。剩下他不需要靠任何人。从小到大，没有人替我说过这样的话。张旭不会，我妈不会，弟弟就更不会了。他竟然……你少给我讲大道理！我知道你小子看上江盛夏了，我告诉你，不给钱就别想娶我女儿。你说够了没有？你还是多关心关心你儿子吧。你说江思伟乖，不可能乱搞，那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你儿子跟周薇看清楚了吗？不可能，这是不是你 P 的？可不可能？你自己回去问他。妈，我最后叫你一声妈，最后一次提醒你，回去带江思伟做个检查，赶紧治病，别惦记着他结婚的事儿了。以后也别再来纠缠我，我不再是你女儿了。喝口水吧。谢谢。你妈一直都这样吗？刚才谢谢你，谢谢你替我解围。我只是说了实话，你本来就很优秀，也从来不是任何人的附属品。盛夏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跟我说，别一个人扛。好。妈，回来了。江正夏怎么说？肯不肯姐夫复婚？思伟，你姐说你得了艾滋。什么？艾滋？妈，你听他瞎说，我怎么可能得那种病？就是说啊，我说我宝贝儿子从来没跟外面的人乱搞过，怎么可能会染上那种病？除了我女朋友，我就跟薇薇姐有过那么一次。可是薇薇姐说那是她第一次，既然是第一次，我就不可能得艾滋。妈，我看江山下这个贱人就是不想给我彩礼钱，故意咒我。妈，你被他骗了。可是你姐说的那么肯定，要不你去检查检查，这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！妈，你这是在怀疑我吗？我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，哪有机会乱搞？哎呦，儿子，妈不是这个意思，你什么品行妈还不清楚吗？妈是怕你那个女朋友。这个你就放心好了，她很老实的，绝对不会做这样的事儿，这个我可以跟你保证。行，有你这句话妈就放心了。你那个姐真是没良心，居然还造谣我儿子得那种病，他就是个白眼狼，见不得你好。就是为了不给我钱，居然咒我得这种病，他怎么不去死啊？薇薇姐，江盛夏说我得了艾滋，是不是你跟他说什么了？薇薇姐，你放心，我怎么可能得那种病？他就是想咒我，你别信他。你最近功力见长啊，越来越厉害了，不会是吃药了吧？瞎说什么呢？你老公我一直这么厉害。谁啊？江思伟，他说江盛夏说他得了艾滋。江盛夏这是疯了吧？连自己亲弟弟都咒。他现在可不是以前那个软柿子了，以前我们说什么他信什么，现在脾气比谁的都大，跟变了个似的。是啊，他以前最维护娘家，谁欺负他妈跟他弟，他跟谁急。现在倒连亲弟弟都往死里抓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如他所愿。什么意思？把你跟江思薇的照片发给他未婚妻，让他妈妈好好闹一闹。我倒要看看
江盛夏你有这个准？行啊，他不给钱，谁也别想好过。发吧，让我们不开心，他们也别想有好日子过。怎么偏偏今天忘记带伞了？等一下，用这个。那你呢？我车停得近，跑2步就到了。可是这雨势不小，你跑2步也得淋成落汤鸡吧？还是不用了，我等一会儿，说不定雨就停了。要不你送我到车上？也行。披上，别着凉。师兄，我又不冷。等会儿上车，空调一吹就冷了。好吧。师兄这么会照顾人，一定谈过不少女朋友吧？不过他每天给我带早餐，做实验都悄悄帮我调好仪器，还有现在这，难不成他喜欢我？算了，还是不问了，万一是我想多了呢？而且我现在最重要的是我的事业。妈，你怎么进来的？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还有脸问？你把我逼成这样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不如死了算了。妈，屋内不让荡秋千，你赶紧下来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，你用这招对我没用。张振夏，是不是你把照片发给我未婚妻的？现在他悔婚了，彩礼也不用给了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怎么？我发？江思伟，你看看我脸上有没有那4个字？什么？闲的蛋。你就是不想让我结婚，你就是不想给那20万彩礼钱。你们的事儿我一点也不想沾。那你说，不是你，照片是谁发的？谁拍的就是谁发的了。还有这些照片，你们猜我又是怎么得来的？是终于想明白了，你那个好微微，一边跟你睡一边拍照片，一边把照片发给你未婚妻，从头到尾你就是个被耍的傻子。不可能，微微不会这样对我的。真是个大蠢蛋，为什么这么做？你自己去问问他，是不是跟张旭一起商量好的？反正你们仨，一个脏，一个贱，一个蠢。怎么不接电话？接我电话呀！你接我电话呀！宝宝，薇薇姐，我知道你把我照片发给我未婚妻一定是有苦衷的，我不怪你，我夺走了你最宝贵的第一次，我一定会对你负责的。你接我电话好不好？真是个大蠢蛋，为什么这么做？你自己去问问他，是不是跟张旭一起商量好的？反正你们仨，一个脏，一个贱，一个蠢。张旭，对，他一定是被张旭威胁，一定是这样，他心里是有我的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他。没用的东西，你都没有利用价值了，还在这演深情呢。谁呀？你那个小奶狗？别提了，就江思伟那个蠢货，说要对我负责。负责？他连自己那个废物姐姐的钱都拿不到，拿什么负责？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出的馊主意，让我去睡江思翁，我至于被那个蠢货缠上吗？结果呢，江晨夏压根不吃这一套，我白白让那个废物白嫖了。好了好了，那今晚我好好补偿我家宝贝，行不行？怎么补偿？说。从头到尾都在联合张旭骗我。成了，数据完全吻合，我们成功了！全球首支
全球首支治疗艾滋病的试剂，只此一支，我们做到了！治愈率99%，99%啊！这是要写进教科书的历史。盛夏，我们做到了。我们做到了。哎，老大，别光顾着盛夏姐啊，今晚必须庆功，谁都不许跑。对，老地方不醉不归。行，今晚我请客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尤其是你。来，敬咱们的科研双星！要不是盛夏和景轩，这个项目不可能这么快成功。对，敬两位，全球首支啊，同志们，这是要写进历史书的。哎，你们俩什么时候在一起啊？我看你们挺配的。你们别瞎说，你们别闹，再闹下次实验数据自己处理。别，饶命！我们不说了。这边风有点大，要不我们去那边？好。怎么了，师兄？那个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所以。师兄，你我知道你不喜欢太张扬，所以我没在大家面前。之前一副老司机的样子，怎么这会儿脸这么红？你笑什么？我说错什么了吗？好啦，啊，本来我不想问的，但是师兄，你是在追我吗？网上说追女生要先送花，所以你查了攻略？查了好几篇，包括那天下雨送伞。那天没有查，我看到你没有伞，就想着得送你回家。对别人也这样？只想对你。那你查没查到女生最讨厌什么？什么？最讨厌男生磨磨唧唧。师兄，明天中午食堂见，你请客。这是答应了吗？怎么办？身上的皮疹越来越严重，难道艾滋病真的不能治好吗？治愈率99%，太好了，我有救了！哎，你谁啊？这儿不让进！我得了艾滋，网上说你们的药不是研发出来了吗？我快死了，你们不能见死不救！同志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试剂怎么分配不是我们能决定的，你得等季保室和姜保室同意了才行。那我要怎么才能找到他们？你告诉我他们在哪，我自己去等。教授们今天不在，你要不先回去，改天再来。季教授、姜教授，您二位回来了。季教授，救救我！这不是盛夏的那个渣男前夫吗？季教授，救救我！求求你救救我，把药给我吧！那是江静夏。不对，我看错了。她一个家庭主妇，怎么可能认识这种高精尖人才？行了，别在这杵着了，赶紧走吧。那药呢？我的病怎么办？没有这个药我会死的。药？那试剂全球仅此一支，不可能随便给你。你以为菜市场买菜呢？更何况得病的人多了，凭什么就给你啊？不行，我一定要得到这个试剂。发布会？什么发布会？哦，后天的发布会啊！但你别想了，得有邀请函才能进。行了，赶紧走，别在这碍事。发布会，只要我能混进去，把药搞到手，那我就能活下来了。笑什么？刚才我全录下来了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，这证据自己就送上门了。这人怎么还有脸来？出轨、嫖娼、染病，现在还好意思上门要药？你怎么比我还生气？我担心。你放心，我是不会再让他们欺负我的。张旭这人肯定憋了一肚子坏火，有了这些证据，以防万一。恭喜盛夏和景轩，全球治艾滋病特效药终于成功了。季景轩，
江胜些个贱人怎么会跟季景轩勾搭到一起去了？同学，你跟江盛夏是好朋友吧？是啊，盛夏可是我最好的闺蜜。你能不能帮我把这一封信转交给他？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果然是情书啊！江盛夏，凭什么所有人都喜欢你？那个同学，是你啊？那封信我已经帮你转交给盛夏了。他看了吗？看了，他说他不喜欢你，让你以后离他远一点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你。江盛夏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知道，季景轩原来还在背后默默爱恋你。季景轩当年喜欢他，现在还是喜欢他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他有什么好的？一个离了婚的女人，凭什么还能站在他身边？凭什么还能继续做研究？凭什么站在这么高的地方？不服，我不服！江胜面，你想风光，我偏不让你如意。发布会是吗？好啊，明天我要让你在所有人面前身败名裂。思薇，你不是想见我吗？那就带着你妈明天到这个地点，我们见面。江盛夏，明天你弟弟和你妈大闹发布会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江盛夏，你给我等着！今天我就要让你永远消失在学术界。周薇，你之前为什么把我拉黑了？你是不是骗我的？那天在你家门口，我都听到了你和张旭，你听到什么了？那是我在看电视，隔音不好，你有必要这么冤枉我吗？那为什么我给你发消息你都不回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担心你？你还好意思问？还不是你那个好姐姐，她威胁我说，如果我再跟你联系，就去告我敲诈勒索。我一个弱女子，我能怎么办？我姐，她威胁你？对啊，你以为我想拉黑你吗？我是被逼的。你姐说了，要是再看到我跟你来往，就把我送进监狱。我也是没办法啊。薇薇姐，对不起，我不知道，是我错怪你了。算了，我不怪你。你姐那个人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什么事做不出来。你别听她卖惨，儿子，你别忘了，要不是这个女人，你的婚事能搅黄吗？我好好的儿媳妇就是被你搞没的。阿姨，你搞清楚，是你儿子主动找我的，他天天给我发消息说喜欢我，说我是他的白月光，我有逼他吗？妈，你别怪薇薇姐，是我自己找她的。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！那你为什么要拍照？那些照片是谁拍的？不是你拍的还能是谁？阿姨，照片是我拍的，那是因为我爱上思维了，我控制不住自己，我知道我们不可能在一起，他那么年轻，那么好，还有未婚妻，我不敢奢望什么，就想拍个照片留个纪念，不行吗？薇薇姐，我没想到那些照片会被你女儿发现，她拿照片威胁我，逼我离开思维，不然就发给她未婚妻。我不该拍那些照片，是我不对，可我是真的喜欢思维啊。薇薇姐，你别哭了，我不怪你，真的不怪你，是我没用，是我保护不了你。你别被他骗了，他这是装可怜。妈，你够了！薇薇姐把第一次都给我了，她图什么？她图咱家那点破钱吗？还是图我这个没用的废物？她就是真心喜欢我。阿姨，我知道你心疼儿子，但你想想，我清清白白一个姑娘，第一次都给了你儿子，我图什么？我不也是受害者吗？阿姨，我也不瞒你，本来我是打算等事情成了就嫁给你儿子的。虽然他家条件一般，但我看中的是他这个人，不是钱。谁知道你女儿搞出这么多事来？薇薇姐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愿意嫁给我？我都说了，第一次都给你了，我不嫁给你，还能嫁给谁？薇薇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对你好，我一定想办法把钱要回来。我姐不给我就去告她，反正那钱是我的。薇薇啊，你要是真愿意跟思伟在一起，那之前的事儿就算了，一家人不说两家。阿姨，你放心，等钱要回来了，咱们好好过日子。那我们赶紧进去吧。各位来宾，各位媒体朋友，欢迎来到全球首支艾滋病特效药的发布会。今天我们将见证历史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研发团队核心
季景轩教授、江正夏教授、谢教授、张教授，请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支改写医学史的事迹。经过多年的研究，我们团队成功研发出全球首支可以有效清除 HIV 病毒的特效试剂。临床数据显示，治愈率高达99%。这意味着艾滋病患者有了可以治愈的希望，但这不是终点，这是我们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。江盛夏，你可真风光啊！江教授，那3个人拦不住啊！那个老太太说是您亲妈，我们也不敢动粗啊。没事，我来处理。江盛夏，你还知道我是你亲妈？你还有脸站在台上？你把你弟弟婚事搅黄了，你倒好在这出风头，你的良心呢？我之前不是跟你说的很清楚了吗？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。断绝关系？我生你养你，你说断就断！你这个白眼狼，你还有没有良心啊？江盛夏，你把我未婚妻搞没了，你居然还有脸站在这里！妈生你养你，你就是这么回报她的？你这么狠心，不怕天打雷劈吗？盛夏呀，他是你亲弟弟呀，你赶紧还你弟弟的钱啊！你把他的婚事搅黄了，这事儿我们就算了，你把钱还给他。那50万是你弟弟的命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不是说发布会吗？怎么还有人闹事啊？那个老太太说是江教授亲妈，亲妈怎么会来砸女儿的场子呢？大家看看，台上这个女人，表面上是什么教授、科学家，实际上呢，她连自己亲弟弟的彩礼钱都吞。她离婚、出轨、卷走前夫的财产，现在还在这里装无辜、装圣母。就是，他拿了我50万，那是我用来结婚的钱，他就是不还。他现在站在台上风光，花的都是我的血汗钱。你把钱还给你弟弟，还给他！这哪是发布会，这简直比短剧还狗血。今天的热搜有了。说完了吗？什么？那50万是你周围自愿转给我的？怎么，现在变成我弟弟的彩礼钱？我不管，反正钱在你手里，你必须还给我。你不还钱，就别想在这儿出风头。对，你今天不把钱还了，这发布会就别想开下去。我让你丢人现眼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。大家都看到了吧？这个女人连自己亲弟弟都坑，她研发的药谁敢信？谁知道是不是骗钱的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看他们这么理直气壮的，难道江教授真的拿了自己弟弟的钱？可江教授看着不像那种人啊。家务事最说不清了，不过在自己女儿发布会上闹，这骂也够狠的。江教授，您弟弟说您吞了他的钱，这事儿您怎么解释？您到底有没有拿？对啊，您跟家人到底什么关系？他们为什么来闹？您连自己家人都搞不定，研发的药我们怎么信得过？江盛夏，你不还钱是吧？妈，我们把他带走，今天非得把话说清楚。那我们回去还钱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这里是发布会现场，不是你们撒泼的地方。你是谁？你凭什么拦我？她是我姐，我带她回家，天经地义。拦住他！江盛夏，你不是想当救世主吗？你不是想名垂青史吗？我偏不让你如愿。周薇，放下！放下！凭什么？你吞了我50万，你毁了我的拆迁款，你还想拿这个药出风头？做梦！不许过来！再过来我就直接把他摔了！周薇，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，不就是一支能治艾滋病的破药吗？周薇，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，这支试剂是全世界都在等的东西。正因如此，江盛夏，你说要是这玩意儿碎了会怎么样？你冷静一点，如果你打碎了它，你也会后悔的。江盛夏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走到今天这一步吗？都是你害的！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是不答应我的条件，这玩意儿就别想完好无损的离开这儿。你要什么条件？第一，把钱还我，50万，1分都不能少。然后呢？第二，把张旭的房子还给他，那是人家爸妈给他买的，你凭什么拿走？第三，你当着所有人的面承认你是个骗子，这药跟你没关系，你就是个挂名的花瓶，是靠爬上季景轩的床才混到这个位置的。他说的真的假的？这信息量也太大了吧！如果真是靠身体上位，那也太过分了。学术圈怎么能有这种事儿？周薇，不要太过分！我过分？我哪过分了？我说的哪句不是实话？江盛夏，我给你3秒钟考虑，3秒钟之后，你要是还不答应，我就松手。
周薇，如果你真的摔了这个药剂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江盛夏，事到如今了，你还在威胁我。周薇，这一支药剂关系到全球所有的艾滋病患者，这是他们的希望，你不要胡来。关我什么事儿？又不是我让他们得病的，他们死不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真的跟你没关系吗？那只试剂如果碎了就没了，全球仅此一支。江盛夏，你又在吓唬我什么？你别以为我不敢！周薇，你听我说，你想要钱我可以给你，但试剂绝对不能被毁。你放下，我们坐下来好好谈，行不行？不行，你们骗我，你们肯定会反悔。我现在就要，立刻，马上！江盛夏，你知道我有多恨你吗？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喜欢你，你的命凭什么这么好？连离婚都能报上季景轩这种男人，我呢？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周薇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你自己。说什么？周薇，你走到今天这一步，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你自己又贪又蠢。至于我到底有没有骗你，你可以去问张旭。你闭嘴！你闭嘴！我多次劝过你，去查一下自己到底有没有得艾滋，你们没有一个人信。现在你要亲手毁掉这支能救命的试剂吗？原来是他得了艾滋啊！那这是在报复社会吗？搞不好真是这样。你看他那个样子，疯疯癫癫的。你少给我泼脏水了！我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，报告上写的一清二楚，我根本没有得艾滋。好啊，江盛夏，我突然想明白了，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项目了。你又想说什么？明明是你自己得了艾滋病，所以你才拼命研究这个药，你是为了救你自己。我去，不会吧？这事怎么还能反转？江盛夏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自己得了病，怕别人知道，就到处造谣说我们都有病，你把所有人都拉下水，好掩盖你自己才是那个脏人。你怎么这么恶心？什么？江盛夏，原来是你得了艾滋，那你居然把脏水泼我身上，还说我得了艾滋！你这个不要脸的，我就当没生你这个女儿。江教授，请问您真的得了艾滋病吗？江教授，您参与这个项目是为了给自己治病吗？江教授，请您正面回应。盛夏，不着急，我倒要看看他还能说什么。大家看到了吧？他不敢说话，他心虚，他就是个艾滋病人。他瞒着所有人混进科研团队，假装自己是科学家，其实就是为了偷药，为了救自己的命。说完了吗，周薇？你说我得艾滋，有证据吗？证据？你天天研究这个，不是得了是什么？正常人谁会研究这个？周薇，按照你的逻辑，研究癌症的科学家都得癌症，研究心脏病的医生都有心脏病。你脑子是被门挤了吧？你别想狡辩，你别以为骗了所有人，你就能骗过我？我是不会把机会给你的。你想靠这个药活命，噩梦！周薇，放下，放下！凭什么？你毁了我的一切，你还想活？我让你也尝尝等死的滋味！完了完了，试剂被摔碎了！天哪，那可是全球唯一一支啊！没了，都没了！江盛夏，你不是很能吗？你再造一支啊！不能碎，不能碎啊！我的药，我的药啊！旭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疯了！你疯了！你知不知道你砸的是什么？那是药，那是能救命的药，那是我的命！你的命？你什么意思？张旭，难道你真的得了艾滋？艾滋？没有，我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得艾滋病呢？那个，我刚才就是太激动了，我可不是因为自己有病才急的。你不是？那你是因为什么？我就是想把这药搞到手拿去卖钱。对，卖钱，这药全球仅此一支，肯定能卖个好价钱。我缺钱，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就是心疼钱。再说了，你一个女人家懂什么？倒是你江盛夏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张雪，你是不是忘了，这个药是我和我的团队研发。张旭，你刚才说你心疼钱，你连自己嫖娼被抓都是我捞出来的，你有几个钱？你心疼什么钱？你少在这羞辱我！江盛夏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不就是运气好傍上了别的男人，难怪要跟我离婚。原来你早就给我戴绿帽子了。张旭，当年我放弃国际顶尖实验室的 offer， 嫁给你，给你当家庭主妇，结果呢？你出轨、嫖娼，还染上了病，现在你居然还有脸站在这里说我傍男人！盛夏，别说了，这种人不值得你生气。不行，现在还是命重要。江盛夏这个人，硬的不吃，那就只能来软的了。盛夏，我知道我以前对不起你，但咱们好歹夫妻一场啊。这样，你把药给我，我就原谅你了。以前的事儿咱们一笔勾销，我还可以考虑跟你复婚。
复婚？对，复婚。你看你现在也不小了，离了婚也不好找。我愿意要你，是你的福气。只要你把药给我，我就勉为其难原谅你。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。张旭，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我一直说的都是，我不可能跟你复婚，以前不可能，现在不可能，以后更不可能。你听清楚了吗？旭哥，你干什么要一直要这个世界？我们现在已经毁了江盛夏最看重的发布会，他再也抬不起头了。够了！我抬不起头，总比你们没命要好。大家看看，这是什么？我去，他们真的得了艾滋啊！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拿到的？这是假的，是假的！假的？那这份录音呢？你再帮我个忙，我给你钱，你帮我改一下我朋友的检查结果。旭哥，你朋友这是发生了什么？你别问那么多，就说帮不帮。行，旭哥，我帮你安排，放心，交给我了。谢了兄弟，回头一定好好感谢你。张旭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这是假的，生意是合成的。那就看看这个。发布会前天，你来研究所门口，想要找季景轩拿药。没错，这些都是真的，我可以作证。你真的得了艾滋？张旭，你骗我！你明明知道自己有病，你还跟我睡，你故意的！我没有，我那时候不知道，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。你放屁！你不知道？你不知道你刚才为什么急成那样？我真是被你害死了！你这个贱人，你从头到尾都在骗我！你疯了！打我干什么？我打的就是你！你这个畜生！你害我得了艾滋，我以后要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被你害死了！你怪我？是你自己往我床上爬的！我求你了，我让你来了！我管不住！你骗我说你没病，你说你要离婚我才跟你在一起的，现在我却被你毁了！薇薇姐，郑哥，薇薇姐，你不是说你是第一次吗？都是假的！我不知道，你别问我，我也是被张旭这个贱人给骗了，要管就管他！儿子，那你不会……完了，全完了！我还没结婚，我还没孩子，我这辈子全完了！你这个贱人，你害我儿子，你害我儿子，我跟你拼了！放开我！是你儿子自己送上门的，他自己管不住裤腰带，怪我！我看就是他蠢！我说什么就信什么，江思伟，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什么德行！一个啃老的废物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嫁给你？我跟你拼了！够了，让你儿子赶紧去查查吧。我也要去查一下，不行，我一定没得病，一定没得病。周薇、江思伟，你们的检查结果出来了。医生，我们家思维没有得病，是不是？他一定没有得病。你们俩的检查结果都出来了，你们的确确诊了艾滋病。不可能！不可能！医生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儿子怎么可能得这种病？这位家属，请你不要太激动，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安排治疗。怎么办？怎么办呢？完了，我真的完了，药也没了，还是被我亲手砸碎的，什么都没了。江神夏，现在你该满意了吧？儿子，走，咱们先回去。妈，我得了艾滋啊！你不带我去看病吗？你姐现在不是在研究这个药吗？她手里有配方，有技术。你是她亲弟弟，她还能真看着你死啊？盛夏，妈求你了，你救救你弟弟吧，他是你亲弟弟啊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听周薇的话，不该逼你要钱，不该去发布会闹，你救救我吧，我不想死。你们喜欢跪就跪着吧，反正也没用。你不答应，妈就不起来。盛夏，妈以前对不起你，妈不该拿你的彩礼，不该逼你打钱，妈知道错了。可你弟弟是无辜的呀，他是被周围那个贱人害的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姐，我求你了，你给我一支就行，一支就够了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来找你，我保证好好做人。姐，你们是不是失忆了？全球唯一一支的药不是被周薇给打碎了？妈知道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你们能研发出来一支，就一定能研发出来第二支的。你说的没错，第二支我们已经在研究了。太好了，等研究出来了，就拿来给你弟弟治病。你想得到挺美。
我就研发出来了第二支，那也不可能给你江思伟。你自己说说，你配吗？姐，我求求你了，救救我吧！姐，你听信周薇的话，逼我要钱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姐吗？你去发布会闹事，想让全世界看我笑话的时候，想过我是你姐吗？你从小到大花我的钱，住我的房子，吸我的血，什么时候想过我是你姐？还有你，从小到大，你哪怕有一天把我当成你女儿吗？你不过就是把我当做可以随时拿来丢弃的血豹。是妈对不起你，妈向你道歉。不用了，我早就跟你断绝关系。江思伟的命是他自己做的，你们是死是活，都跟我没关系了。谁他妈死我！张旭，你也有今天。你疯了！我疯了？你骗我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会有今天？张旭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就要跟你同归于尽！周薇姐，别急呀。旭哥，好久不见啊！大飞，快救我啊！这娘们疯了！周薇姐，别急啊，这种人不值得你亲自动手。大飞，你干什么？咱们是兄弟！兄弟，你明知道自己得了艾滋，瞒着我们，居然还有脸约我们哥几个喝酒，你那时候怎么不说我们是兄弟了？走，往死里走！张旭，你作恶多端，这都是你的报应。喂，110吗？我要报案，这里有人故意传播性病，人我们已经控制住了。对，还有同伙，看着他们，别让跑了，等警察来。你连我也要抓？周薇姐，难道说你没有得艾滋病？传播细病可是要负刑事责任的。再说了，你把人旭哥打成这样，你这是污蔑！我有没有污蔑？一会儿你自己去跟警察说。盛夏姐，搞定了，2个都送进去了。好，辛苦了。江教授，你快来，露台那边出事了。出什么事了？你别问了，快来快来！你这是……我知道我不太会说话，我查了很多攻略，问了很多人，想了很多方案，最后发现最想说的其实就那么几句话。第一次见你是在大学，你在喂流浪猫，那时候我就喜欢你了。后来我给你写信，但是得到了拒绝。什么信？我根本没有收到你给我写的信。看来又是周薇搞的鬼。阴差阳错，我们错过了这么多年。没关系，现在你站在我面前，这是老天爷给我的第2次机会。盛夏，我知道你经历过不好的事，我知道你可能还没准备好，但我想告诉你，我会一直等，等你放下过去往前走，等你回头看我的时候，就在这儿。盛夏，我喜欢你，你愿意给我一个机会吗？季景轩，你是我见过的最笨的追女生的人。那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？答应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答应。